大家好，这里是道士说花。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大花蕙兰啊。这个大花蕙兰拿回来以后啊，咱们首先要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这个杆儿，这个杆大家看一眼，应该是绿色的，很绿的绿色。如果这个杆的颜色变得很黄，甚至变成那种咖啡色，而且呢，这杆的表面没有那么光滑，它就会感觉有那种皱纹，就是缩水的萎缩的现象，就是很多皱纹一样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说明这个花是成问题的啊。另外一个我们要看一眼啊，这个花瓣应该是很完整很嫩的。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花的花瓣它有很严重的焦边或者发黑甚至萎缩这种情况下啊，说明这个花是养不长的。如果出现这两个情况啊，一个杆的情况一个花的情况，我们应该拍照啊，找那个商家进行售后啊。这个大蕙兰呢，一般情况下啊是不用雄花的。如果说你拿回来以后感觉这个花很软，杆子很软，挺不起来的话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大蕙兰剪一下根啊，整枝的泡在水里，大概有个3-4个小时吧，一般情况能恢复。但是这个大蕙兰呢，如果有一次脱水很严重的话，即使你救过来，后期也是非常容易脱水的。所以说，尽量不要让这个大蕙兰有严重脱水这种情况啊。国内市场上的大蕙兰呢，基本上是2种啊，每年的大概5-6月份到11月份左右是进口的，质量很好啊，但是呢，相对来讲价格也比较高。其余的时间呢，一般是国产的，它相对来讲啊，价格比较低，但是呢，它质量呢相对差一点，就是比较容易脱水。所以说吸水这个花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大蕙兰的花瓣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花瓣很厚，一般情况下水不容易积存，所以咱们可以适当的喷水。这个大蕙兰呢，花期啊，相对别的花来讲啊，花期应该算是比较长的啊。那咱们这个大蕙兰的关键词呢，我觉得就是吸水，怎么能让它更好的吸水，这是一个养好大蕙兰的关键啊。这个大蕙兰最大的问题是吸水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在用水上就要注意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皮儿啊彻底的清洗干净，清水也行，84消毒液的溶剂也可以啊。这个皮儿要彻底的清洗干净。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用桶装水，因为桶装水对花材的吸收是比较好的。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如果想加的话，荷兰可利鲜有一个 HVB，因为这个是草本的，所以说 HVB 呢可能耐受比较差，可以用减半的 HVB 加一些用也可以。另外就是说，咱们这个瓶里的水位啊，它会高一点，大概15厘米到20厘米之间。这个杆子呢不容易泡烂啊，所以水面高一点问题不大。水面比较高，比较有利于这个花的吸水。这个大蕙兰呢，在处理上很简单啊，它也没叶子，所以说相对来讲比较好处理。国产大蕙兰的缺点是什么呢？它容易软茎，就是会弯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我们如果从网上买花，经常会有这种防撞杆啊，这种防撞杆就可以。我这个用这个绿胶带缠了一下，能好看一点。把这个防撞杆啊，就是挨着贴着这个花的这个主茎，然后用胶带把它缠一下啊，或者铁丝也行，就让它把它缠结实就可以了。好，我们用这个棍儿啊把这个缠结实，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软了，相对来讲它能挺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其余的好办了啊，我们就每只斜剪一下根儿哈，然后马上放在那个水里。我们国产的蕙兰买回来以后，最好是加一根杆儿，这样的话它不容易翻啊。这个大蕙兰呢和其他的花材是一样的啊，咱们这个水只要没有出现这种浑浊变色的情况，杆儿没有泡烂，我们就无需换水啊。如果它水量不够的话，我们及时添加就可以。第二个呢，因为这个大蕙兰呢花朵很多，所以说它水分挥发比较快，这样的话吸水比较慢的话就容易脱水。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花瓣比较厚啊，水分一般不太容易积存，所以说咱们可以用这个雾状的水把这个花头啊喷一喷，增加一下湿度，这样的话呢，这个花能养的时间更长哈。同样的啊，这个大蕙兰呢，不要阳光直射，要远离冷热源的出风口的位置，放在这种阴凉通风的环境，这样的话呢，这个花能养的时间更长。只要这个大蕙兰的新鲜程度好啊，我们养护正确的话，一般情况下它花期在10天以上是没问题的啊。如果说养得特别好的话，环境比较好，养到1个月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大蕙兰呢是一种竖线条的串状花材，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大花蕙兰总的来讲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插花的时候啊，我们一般是把这个大花蕙兰作为主题花材来用，因为它的体量很大。好，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大花蕙兰养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咱们说这个银莲花哈，也叫秋牡丹。这个花呢是从云南发过来的花哈。收到以后，咱们要先检查一下啊。咱们主要检查几个位置哈。第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花的花瓣的根部，还有中间的花心的位置。如果没有开的话，咱们就只要看外边就行。这两个位置有没有腐烂、变质或者长毛的这种情况啊？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一下这叶子啊，这个叶子应该是绿绿的。如果这叶子黄的比较厉害，或者发黑，黑色的这个边儿，那就说明这花动了，咱们可以拍个照啊，找那个商家做一下售后啊。另外一个，如果说这个花啊有一定的开放度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机械损伤，因为有的时候它装到箱里的时候撞头的话，它这个花瓣会有比较严重的机械损伤。这几种情况咱们是可以找那个商家售后的啊。这个银莲花呢，因为相对来讲它有一个比较细的脖子，而且它开放比较快，所以说如果这银莲花只要不是很严重的脱水，我们就没有必要做醒花啊，因为很容易醒爆。如果说这个脖子已经软了，花头有点耷了、蔫尾这种情况，咱们要醒花的话，一定要用硬纸把这个花头包裹一下，让它保持是直的，不要让它下垂。这种情况下呢，做醒花处理，我估计有个3个小时左右，一般就能恢复。恢复以后，咱们把这个纸拆了，直接插瓶就可以啊。这银莲花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这个花容易裂。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杆子是个空心的杆子，所以有时候会出现这种裂纹，就整个一个杆子裂开这种情况。因为是草本花材，所以说它细菌滋生会比较快，所以杀菌也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这个银莲花，我觉得关键词就说是个开裂吧，因为这个花呢跟别的品种不太一样，大部分的花不会裂，但这个会开裂。花看完以后啊，咱们先看水啊。我建议啊，这个银莲花啊，咱们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可以呢，咱们再配合使用一些杀菌剂，比如说是84啊或者二氧化氯啊这种东西。这样的话呢，它对杀菌效果会比较好。当然了，这个瓶儿咱们在装水以前啊，一定要清洗干净啊，最好是用那个84的那个消毒液的溶剂把它清洗干净。叶面高度呢不需要太高啊，因为草本的花材嘛，所以说它这个花呢比较容易泡烂根儿，所以说咱们用10厘米左右的水深就可以啊。水准备完以后啊，咱们把这个花收拾一下。因为这个银莲花的叶子就在脖子这块啊，所以下面没有叶子，很好处理啊。前面说啊，这个银莲花容易开裂啊，如果这个杆子有开裂的时候啊，我们就用那个胶带啊，就是这种窄的胶带啊，咱们顺着开裂这个根儿，完了这边转一圈，转完以后，咱们要剪在这个胶带的下方。在胶带下方剪，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持续开裂了。如果开裂的比较长的话，咱们可以分几段啊，咱们就是用胶带固定一下，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继续开裂。所以这是一个开裂的这个处理方法。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花呢，收拾完以后啊，一定要用清水冲一下。经常跟大家说的啊，插瓶以前啊，一定要用清水把这花冲洗一下。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讲，细菌滋生的会比较慢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银莲花呢开了以后啊，它的花朵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咱们一瓶里不要插太多啊，要保持一个空间，这样的话给花留出这种开放的空间来，这样的话也可以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咱们每支啊就斜剪根以后，直接插到这个瓶里就可以了啊。这个花呢，咱们在后期养护上啊，水咱们能不换就不换啊。如果只要这个水保持是清澈的，然后花的杆儿没有泡烂的这种迹象，我们就不用换水啊。如果水吸的比较少的时候，我们添加保鲜剂、溶剂就可以啊，没有必要天天换水。另外一个呢，这个银莲花呢，它是开的比较快的，它受这个温度的影响，开的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咱们这个银莲花啊，一定要避免阳光直射和这种热源的这种出风口的位置。如果环境温度高，它会开得很快，就是花期就会比较短。所以说，咱们要放在一个相对来讲啊阴凉、通风这种地方，它能保持相对来讲比较长的花期。而且呢，咱们这花不能放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里，这样的话呢，对这个花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咱们各方面做的比较好的话，这个银莲花如果在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温度里保持1周左右的花期，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后呢，这个银莲花的颜色啊，有白的、紫的，还有粉的，还有粉白双色的这种颜色。我个人感觉啊，首先银莲花这是一个块状的花材，其次呢，我觉得这个银莲花呢有一种田园呀、乡村呐，就这种感觉啊，有一点偏欧式风格。所以我觉得，如果咱们是搭配这一类的作品的时候啊，银莲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银莲花养好。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洋桔梗哈。我们收到这个洋桔梗以后呢，要检查一下。大家都知道，玫瑰容易得灰霉病，其实洋桔梗也非常容易这个感染这个灰霉病啊，尤其是那些花瓣比较多的那种重瓣品种，也很容易传染这个灰霉病。所以说，咱们在收到这个洋桔梗以后啊，要检查一下，如果出现了这个灰霉病的这个症状，咱们要拍照啊，完了找商家进行售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一扎洋桔梗打开以后，看一下有没有腐烂的情况。如果有腐烂的情况，我们也应该拍照啊，售后。这个洋桔梗一般情况下呢，没有必要做醒花的处理啊，它只要不脱水或者轻微脱水，都没有必要做这个醒花处理。只要第一次插花的时候水稍微多一点就可以了，就没问题。另外呢，这个洋桔梗呢，有很多朋友买完以后说它有问题啊，因为这个洋桔梗本身呢是一种这个花瓣皱褶比较多的花，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茶色的，有很多朋友认为这花就是坏的，但是其实呢，这个花瓣上有皱褶，这个呢都属于这个花的自然的本身的这种特性，所以说这个不是坏的，只要摸上去它很挺拔，完了很有劲儿，这就不是坏的，它本身的花就是这样啊，就是皱褶比较多。完了洋桔梗呢，咱们在养的时候呢，我觉得我需要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这个洋桔梗是比较喜欢糖分的啊，就如果糖分比较多的话，它可能开的会更好，而且花期也比较长。所以说咱们这个洋桔梗的关键词呢，我认为咱们就是在养的时候加一些糖分。咱们在洋桔梗拿到了以后啊，要先准备这个水哈，瓶子还是那句话啊，要彻底清洗干净，用包消毒液之类的清洗干净。水呢，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如果是纯养洋桔梗的话啊，可以用一半的水，一半的雪碧。这样的话，我们经过测试啊，这个洋桔梗开的是最好的。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加糖的话，必须要用保鲜剂，因为糖分多了以后，细菌滋生会比较快。如果没有保鲜剂里边的杀菌作用，可能很快水就会浑。总的水位的高度也不需要太高哈，10厘米左右就可以。水整理完以后啊，咱们说一下这个花的处理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洋桔梗呢是一种多头的花材，用这个杆比一下这个瓶子啊，瓶口以下的部分的叶子一定要全部去干净哈。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洋桔梗是有很多小的花苞的，我们要把这种最小的这种啊，就是这个属于半开的，我们可以保留，但是这种最小的这种花苞我们要给它剪掉啊。看，我们只留这种相对比较大的花苞就没问题，因为这种花苞是可以开的。另外一个看到啊，这个叶子和茎秆连接的时候会有这种新的这种芽，这种新的芽要摘掉啊。这个花是多头的，所以从下往上开，但是有的时候最低的那朵花可能会有问题，上面的花是好的，最下面的花有问题，这个是正常现象。我们把最下面的不好的花剪掉就可以了，就没问题了。好，咱们洋桔梗把这个叶子啊各方面的处理完以后啊，一定要用清水把这个杆子冲洗一下，把那些碎屑啊灰尘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呢也会防止细菌的滋生。插皮以前啊，切记啊，一定要剪根啊，斜剪根45度，然后马上放到皮里，跟其他的花是一样的啊。咱们这洋桔梗呢，一个皮里不要装的太多，花和花之间要留下一定的空隙。大家在后期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这个洋桔梗出现这个灰霉病的症状，如果有奶汁出现了，一定要拿出来跟这些健康的要隔离，否则的话可能会传染。而且呢，这个洋桔梗呢是一种多头的花，它是从下往上开的，所以说随着上面的花开，下边的花可能会败。再观察到下边的花如果不好的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可以给它剪掉，齐根剪掉，这样的话呢，它是不会影响这个整体的观赏效果的。这个洋桔梗呢不需要天天换水啊，
如果说养花的水是清洁的，花杆也没有泡烂，就没有必要换水，只在水不足的时候添加就可以啊。最后呢，洋桔梗其实跟所有的花都一样啊，它也是比较喜欢这种阴凉通风、温度比较低这种地方啊，避免阳光直射跟冷热源的出风口的位置。这跟大多数花都是一样的啊。如果说洋桔梗的新鲜度比较好，养护正确的话，我觉得它花期在1周左右都没什么问题啊。你就养得好的话，10天以上也是很正常的事儿。这个洋桔梗呢，是一种伞状花材，就是一枝多头的这种伞状花材。这种花是自带层次的，所以说单独插一瓶洋桔梗也会很好看，因为它自己就有这种高低的层次。如果说搭配的话啊，这种洋桔梗多用在这种填充用，就是跟块状的花材和线条类花材配合的填充用。好，那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洋桔梗养好啊，确实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花，我个人也很喜欢。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咱们今天说一下这个鸢尾啊，也叫爱丽丝。这个爱丽丝呢是一个冬春季节的花，只有冬春季节才有，基本上它跟这个郁金香是同一个季节的花。咱们说到这个爱丽丝以后呢，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花的情况啊。首先呢，这个叶子啊，花的叶子和这个最上面2个应该说是花萼吧，就是包住这个花苞的这部分啊，应该是绿色的颜色。如果说这个颜色已经发黄、枯萎，甚至有点这种收缩的感觉，然后呢，花瓣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花瓣呢应该是一种很紧实、很规整的这种感觉。如果你收到花的话，这个花萼包括叶子啊，发黄的比较厉害，萎缩的比较厉害，这个花瓣的边缘已经开始收缩，就是粘尾这种情况下啊，我们要当时拍照，马上找那个商家售后，因为这样的话呢，有可能这个鸢尾可能会吸不上水哈。这个鸢尾呢，吸水能力比较强，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开放速度比较快，它受环境影响很大啊。如果环境温度很高的话，它开放速度呢就会比较快。所以说这个鸢尾咱们的关键词呢就是低温啊，咱们就是尽量把鸢尾放在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地方，这样的话能保持一个比较长的花期。这个鸢尾啊，因为它开放速度比较快，所以说咱们如果脱水情况不是很严重的话，咱们不要做醒花处理。如果说它比较软，花瓣比较软、粘软的话，需要醒花处理的话，我们一定要用硬纸包裹一下这花头，剪下根做醒花处理。一般情况下3个小时就可以恢复啊，恢复以后咱们就拿出来现插就可以。这个鸢尾呢是一种球根类花材。首先啊，这个花瓶一定要用那个巴斯消毒液清水冲洗干净，彻底清洗干净，杀菌啊。然后呢，加自来水也行，或者加桶装水也可以啊。咱们用通用型的或者是百合专用的保鲜剂都可以来养这个花。因为这个鸢尾的吸水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呢，咱们叶面高度不要太高啊，基本上在10厘米以下，问题就不大。这个鸢尾呢，大家可以看到跟剑兰一样啊，它叶子比较多，所以说咱们要把叶子一定要清理干净啊，就把这叶子的根部一定要扒干净，尤其是进水的部分啊，一定要把这个叶子的根部扒干净啊，不要留这个根儿啊，不要留叶子的根部在里面。这个杆子叶子一定要扒到这种程度啊，就是叶子的根部啊一定要扒干净，不要留下叶片，否则的话就很容易泡烂。另外一个鸢尾有点像郁金香啊，所以说有时候会有泥，所以说咱们在插皮以前啊，一定要清水把这个杆子，尤其是没入水中的部分一定要清洗干净啊。咱们把这杆子冲洗干净以后啊，然后呢，因为它这个鸢尾的吸水能力比较强，咱们希望它吸水稍微慢一点，所以咱们可以平剪根哈，不用斜剪啊。咱们平剪根以后啊，马上放到水里。因为这个鸢尾呢，它这个花瓣啊就比较弱，而且它开出来的朵比较大，所以说咱们一个瓶里不能插太多啊，要给这个花朵的开放啊留下一定的空间。这样的话呢，它开了以后会更好看。如果挤得太紧的话，花瓣和花瓣有摩擦，会容易损伤这个花瓣。鸢尾跟所有的花基本都一样的啊。咱们如果是水很清澈、很干净，这个杆没有泡烂的情况下，咱们就没有必要换水了。只在水减少的时候，咱们添加一些同样的保鲜剂就没问题。天天剪根对这个花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因为这个鸢尾呢，开放速度比较快，所以说咱们在它半开或者基本上开的情况，一定要想办法降低这个环境温度。这样的话呢，
它花期呢可能会相对长一点。就是说呢，咱们一定要远离这个冷热源的这种出风口的位置，而且呢不要阳光直晒啊，要放在这种阴凉通风的地方，不要把它放在这种密闭狭小的空间里啊，这样的话会严重的影响花期。这个鸢尾的花期确实是比较短的啊，跟环境温度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大概5到7天，一般问题呢是不大的。对于这个鸢尾来说呢，首先啊，它是一个块状的花材，有人说也可以说是这种异形花材，因为开完以后像一个蝴蝶一样，不是那种圆圆的，所以说一般我们可以当做块状花材来用。另外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鸢尾啊开了以后，它会有一种那种贵族气质啊，就是感觉比较高贵的感觉，所以说咱俩搭配的时候呢，可以考虑把这个鸢尾做一种焦点花来用，就比如说我们插花的时候，把这个鸢尾花插完以后要高于其他的花，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体效果会比较好，像一个蝴蝶一样啊。好，那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把这个鸢尾花，今天跟大家说说一种叶菜啊，叫做尤加利啊。这个尤加利的名字叫做大叶多枝尤加利，还有一种大叶单枝，跟这也是一个品种啊。这个尤加利呢，我们在收到以后啊，要检查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尤加利叶子是非常结实的哈，用手得使劲才能给它掰下来。如果说我们这个尤加利拿回来以后，这个叶子发干，这个叶子轻轻一碰就掉，或者出现大面积掉叶这种情况下，说明这个花捂了或者放的时间太长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拍个照，找商家售后啊。这个尤加利呢，还是比较皮实的，一般呢不太容易脱水。所以说，如果不是严重脱水啊，咱们就没有必要做这种醒花的处理啊。如果要是脱水的话，我们原包装不用拆，剪一下根儿，在水里深泡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没有必要时间太长啊。这个尤加利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呢，这个尤加利可能有股味道，我估计买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它可以作为一种香料啊，因为我很多朋友有时候开车里就扔2根尤加利，这样车里就有一种香味儿。当然，如果你能接受的话啊。第二个呢，就这个叶子呢，相对来讲啊，就是质感比较硬，它比较皮实，不太容易脱水，比较好养。而且我们这个叶子呢，在去叶子的时候啊，有时候会渗出一些这种粘液来，弄在手上会有点黑黑的感觉。所以说，大家在收拾这个尤加利的时候啊，可以戴着手套来收拾，这样的话可能更干净一些啊。而且这个尤加利呢是一个木本的花材，它相对来讲啊，吸水能力较弱一点，所以咱们在养护的时候啊，对这个吸水能力要多做一些工作啊，让它更好吸水。完了，这个尤加利呢，干燥以后啊，咱们可以作为干燥花来用啊。尤加利拿回来以后呢，咱们先准备这个水啊，这个花瓶呢还是前期做一下彻底的清洗啊，比如用8个液溶剂这种。养尤加利啊，因为它吸水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用桶装水加上通用性保鲜剂，最好是能再加一些 HVB， 因为 HVB 呢对木本花材的吸水是非常有效果的。木本花材呢，一般情况下它不怕泡烂根啊，所以说叶面可以高度可以高一点，基本上可以在15厘米左右都是可以的。好，咱们收拾一下这个花啊。这个尤加利呢，在收拾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啊，有时候有这种红色的这种嫩的尖儿，这种尖儿插水以后是肯定会脱水的，这样会造成整体的效果非常不好。所以说这种嫩的尖儿咱们一定要剪掉啊，从那边老的叶子开始把这个嫩尖儿要剪掉，瓶口以下的叶子啊，包括这个侧枝，咱们最好都给它去干净啊。咱们摘叶子的时候一定要摘干净啊，这个叶子根部要摘干净啊。看瓶口以下的叶子跟侧枝一定要摘干净，瓶口以下不要叶子，否则很容易捂坏啊。咱们这个尤加利呢，我觉得关键词是2个字啊，吸水。因为相对来讲啊，这种木本花材的吸水能力比较差，所以咱们在吸水上多下功夫啊。我这叶子都整理完了啊，侧枝来看呢，跟皮儿以下的全部去掉。我们要把这个杆呢，用清水啊冲洗一下，把那个碎屑什么的冲理掉啊。比较粗的枝条啊，咱们要先斜切一个口，然后呢，完了切一个10字口。这样的话呢，增大这个吸水面积啊。如果比较细的杆，咱们斜切就可以了啊。咱们这个尤加利插完皮以后啊，水呢不用每天换哈，只要水不浑，我们就不用换水，只在水减少的时候增加就可以了。基本上保持15厘米左右的叶面高度就可以啊。
因为这个尤加利呢是一个叶菜，相对来讲呢水分不太容易聚集啊，而且呢尤加利是长了以后啊，它这个空气湿度如果低的话，它也很容易干，所以说咱们可以偶尔啊，咱们用这种雾状的水把这个叶面稍微喷一喷，让它增加一下这个空气的湿度，这样的话呢尤加利可以养时间比较长，最好不要积水，只要保持它叶面湿润就可以啊。然后跟其他的花都是一样的啊，不要阳光直射啊，要远离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放在这种阴凉啊、通风啊这种环境里，相对来讲呢，它养的时间比较长。尤加利如果新鲜度好，咱们自己养护正确的话啊，我觉得7到10天问题都应该是不大的。它的关键就是让它怎么保持吸水。最后呢，我说说这个我对尤加利这种叶材的看法啊。首先呢，它是一个线条类的花材，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个尤加利作为线条来使用。另外呢，这个尤加利因为它是这种银灰色啊，感觉有点旧旧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它有一点比如说复古啊，就是怀旧啊，就是这种类型的感觉，比较偏欧式风格啊。所以说大家如果在搭配这一类的作品的时候啊，可以考虑使用这个尤加利。好，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尤加利这种叶材养好，谢谢大家。今天咱们聊聊玫瑰。我们收到这个玫瑰呢，咱们先检查一下这个花材啊。首先我们可以拿这个花啊拎起来啊，就是抖一抖，头中下这么抖一抖，它不应该有掉的东西啊。如果有比较大规模的掉瓣啊、掉叶子这种，咱们应该向这个商家啊提出售后啊。另外一个呢，这个玫瑰是比较容易得灰霉病的啊。灰霉病一般发生在几个位置啊，一个是花瓣的根部啊，还有一个就是从花头到第一片叶子之间，就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节。另外一个就是叶子跟杆的连接处，一般灰霉病是这3个地方，咱们要检查一下啊。如果要有灰霉病，一般都是在这3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玫瑰拿回来以后啊，如果出现比较大面积的脱头，就是头顶了以后就变形了，或者有很多皱纹这种，或者是大面积断头的这种情况下，咱们也应该向商家售后啊。这个玫瑰呢，咱们收到以后，如果说它不脱水，或者是轻微脱水，咱们就没有必要醒花哈。如果是严重脱水，比如说啊，这个花瓣蔫软下垂，或者这个叶子啊蔫软下垂，这种严重脱水，我们要做一下这个醒花处理啊。总的来讲呢，这个玫瑰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玫瑰这种花材，很多时候啊，它的吸水能力会比较弱，所以说在吸水方面，咱们要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另外一个呢，并不是说所有的玫瑰都能开放，有些属于铁头品种，比如说什么苹果杰克呀、什么艾莎啊，这个花本身是开不了的，基本上你来什么样走什么样。这个玫瑰的关键词呢就是吸水，咱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啊，都是为了促进让这个玫瑰更好的吸水，这样的话呢，它能保持比较长的花期啊。咱们先准备一下这个水啊，这个瓶呢，咱们首先用8消毒液啊彻底清洗一遍。另外一个呢，我们强烈建议啊，就是大家尽量用桶装水，就是对于玫瑰来讲啊，这个桶装水的吸水能力是比自来水好很多的，所以强烈建议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加一点那个荷兰可利鲜那个 HVB， 对玫瑰吸水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玫瑰的叶面高度要稍微高一点，大概在15到20厘米之间吧。因为它的吸水能力比较差，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水面高一点，而且木本的不容易泡烂啊。首先呢，我们这个瓶子啊，瓶口以下的叶子一定要全部去掉啊，要去干净。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每一枝花叶子不能全部去掉，要留个2-3片，因为叶子可以通过这个蒸腾作用帮助花头吸水，所以是有作用的啊。叶子跟刺啊，咱们去掉。我们在去刺跟去叶子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把这个表皮划伤，因为表皮也是这个花材吸水的一个途径吧。另外一个呢，大家有时候可以看到啊，这个玫瑰这个叶子跟杆之间会出现这种心芽，这种心芽是必须要掰掉的啊，因为它会影响这个水分的吸收。另外来看一下啊，一般玫瑰都有这种保护瓣，就最外层的花瓣，大家觉得可能花瓣不好，但是花瓣的作用是支撑内部花瓣，让它开的不要太快啊，保护内层花瓣的作用。所以说，如果这个外部的花瓣啊，就是保护花瓣没有出现
比如说折断呀、脱水啊，就这种情况，腐烂这种情况，我们是不需要摘掉的啊，因为它开完以后它就翻到下去了，所以说保护把咱们是要保留的啊。这玫瑰我已经处理完了啊，大家记着啊，这个玫瑰在插进花瓶以前啊，要用清水把根部要冲洗干净啊，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清洁，这样的话吸水会比较好啊。在插瓶的时候，大家千万切记，每一支根啊剪完了以后马上放到水里啊，或者多支的也可以啊，比如说咱们多用几支啊，就是全部斜点根儿，写完以后马上放到水里，不能在空气里放。如果空气里放了以后，要重新剪根儿，这样是为了防止气阻啊。在玫瑰插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瓶口以上的高度不要高于花瓶，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吸水不畅啊。花和花之间啊要保持一些距离。如果咱们家庭插花的话啊，要有一些空间，花期呢也会相对来说长一些。大家如果在后期发现这个皮里这个花如果出现灰霉病的话，一定要拿出来，不要跟好的花放在一起，因为灰霉病是会传染的。这个皮插好以后呢，咱们必须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相对来讲啊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就不用管它，这个花就应该能开得很好啊。换水呢跟其他的花差不多啊。如果这个水很清澈、不浑浊、没有异味，我们看到这个花的茎部啊，就根部它没有泡烂，这种情况就没有必要换水啊。只有在水少的时候，我们添加就可以，不用天天换水。而且呢，这个玫瑰呢，咱们要避免这个阳光直射和冷热源的这个出风口的位置。大多数玫瑰来讲，因为品种不同，有的会开得比较快，有的开得比较慢，但是大多数玫瑰呢，应该能保持7天左右的花期，应该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啊。最后我们说一下啊，这个玫瑰呢，属于应用很广泛的花材啊，它是一种块状花材。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可以配合这个伞状啊、雾状啊、线条啊，就是不同类型花材来配合使用，都会得到会比较好的观赏效果。祝大家呢都能把这个花养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这个洋牡丹呢是一个冬春季的花，最好的时候呢大概是在初春的时候质量最好啊。我们在收到这个洋牡丹的时候呢，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花材的情况啊。如果说它断头比较多，或者说掉瓣比较严重，咱们可以拍照啊，找这个商家进行这个售后啊。总的来讲啊，这个洋牡丹的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小，不是很大啊。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洋牡丹是不会脱水的。但是如果出现脱水的情况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下醒花的处理啊。就是茎秆很软，有点耷了下垂这种情况，我们要用硬纸把这个花整个裹起来，让保持花头跟杆的正直，完了再进行这个醒花的操作。2-3个小时以后啊，花醒完以后就要把这个纸掰掉，咱们整成平插就可以了啊。这个洋牡丹呢，它的特点我认为是花期比较长啊，能养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呢在这个平插期的中后期容易出现这种断头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洋牡丹呢，咱们这个关键词是断头，就是怎么把这个断头的问题处理好啊。插洋牡丹呢，我们一般建议用桶装水加保鲜剂，就是通用型的保鲜剂。因为洋牡丹呢是属于一个草本花材，茎秆也是比较容易泡烂的，所以咱们不要用太高的水位啊，就10厘米左右就可以。洋牡丹处理大家要注意啊，首先啊，还是那个跟所有的花都一样啊，瓶口以下的叶子一定要去干净啊，包括侧枝都要去干净。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很小的花头我们是不要保留，因为这种很小的花头是很难开放的，但是同时它又会争抢这个养分，所以说这种小花头我们不要保留啊。相对比较大一露色的可以保留，看像这种花头很多花苞很多的啊，我们保留一个比较大的就可以了，这种其余的这种小花苞要都剪掉啊。叶子呢可以留2片，也不要留多啊，这样就可以啊。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个养料更好的供给这个花头啊。好，咱们这个洋牡丹呢就处理完了啊。在插皮以前呢，咱们一定要用清水冲洗一下这个茎秆啊，把脏东西冲洗掉，
这样对杀菌或者减少细菌滋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然后咱们在插皮以前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断头的处理方式。首先说啊，它不会拿回来的时候就断头，断头一般都是发生在平插的后期哈。在养的过程中，花苞会越来越大，但是呢，茎秆呢，它的支撑力会越来越差，此消彼长，所以说它才会容易出现断头的情况。处理这个断头呢，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保温剂，保温剂里是有一定养分的，可以供给这个茎秆，让茎秆的支撑度加强。第二个呢，所有的养母的插皮的时候，插进去以后啊，瓶口以上的高度尽量低于瓶高，否则的话它会产生这种杠杆效应，瓶口以上的部分占瓶高的2/3，这样的话呢，它相对来讲就不会容易断。跟所有的花材一样啊，这个养母呢，咱们要斜剪根45度啊，斜剪根，剪完以后马上放到这个皮里啊。这个养母兰呢，基本上跟所有的切花都差不多啊。咱们插的时候啊，一个皮里插的数量不要太多，花和花之间要保持一定的空间。我们在日常养护的时候，这个水不用天天换啊，我们在水保持清洁，然后茎秆没有泡烂的这种前提下是没有必要换水的，水可能会被吸得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要补充这个保温剂就可以了。也要放在这种阴凉、通风、温度相对比较低的地方啊，避免阳光直射和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的位置。如果养护得当的话，一般情况下能得到10天以上的花期，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咱们家庭插花的一种花材。冬春季节，我觉得家庭插花首选这个洋牡丹啊。这个洋牡丹呢，它本身有一定姿态，开大了以后啊，我们可以作为块状的花材用。如果说这种姿态比较好的，我们又可以作为一种线条类的花材用。洋牡丹绝大多数的品种啊，它的颜色都很纯，它自带一种类似于小清新啊，或者说是一个春色调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搭配小清新类型的花，或者说春色调类型的花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洋牡丹。总之，我认为洋牡丹是一种非常适合家庭插花的花。好，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洋牡丹养好。说所有各种花材一个简单的养护方式，希望给大家一些提示吧。既然想做，咱们就把这个做好。希望呢，买到花的朋友呢，能把这个花养得更好哈。那咱们今天说说康乃馨啊。我们说到康乃馨呢，先要检查一下这个花材哈。如果出现掉瓣很严重，就是大面积的掉瓣的情况，或者说这个花瓣有腐烂的、萎缩的现象，或者说这个花瓣的外层和内层的花瓣都有那种焦边的现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应该拍照，完了找这个商家售后。另外呢，我们在收到康乃馨的时候，如果它不脱水，或者说轻微脱水，是没有必要做醒花处理的。我们只要在第一次插花的时候水量稍微多一点就可以。当然了，如果脱水非常严重，比如花瓣粘软，我们就要做这个醒花的处理。这个康乃馨呢，容易出现这么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呢，是它很容易泡烂根，就是养康乃馨的水很容易浑，甚至发臭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花容易折断，就从这个根儿的地方比较容易折断。第三个呢，就是说康乃馨是一种乙烯敏感型的花材，所以要尽量减少乙烯气体的浓度。基本上呢，康乃馨注意这几个问题就能养好啊。当然了，我们认为康乃馨最关键的点啊，它的关键词就是杀菌，尽量减少细菌的滋生。养康乃馨的水呢，我们建议使用桶装水加上保温剂，最好在同时使用一些杀菌剂，比如说二氧化氯或者说是八四消毒液。然后呢，养康乃馨的水面不能太高啊，一般在10厘米左右就可以。如果太高的话，很容易泡烂根；太少的话要吸不上水。所以说10厘米左右问题就不大。有些时候呢，这个康乃馨可能会有一半两半的啊，最外层那块可能会有这种烂瓣的现象。我们要把这个烂瓣去掉啊，去掉的时候呢，从根部整个拔出来，不要光拍外瓣啊，把根去掉。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在去叶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叶子呢一定要去干净，从这个根部一定要挖干净啊，就是不要留这个叶子的根，因为这个根泡在水里以后就很容易
滋生细菌，完了呢水呢会很容易浑，要扒得很干净才可以啊。另外，如果咱们看到啊，这个康乃馨如果叶子上面长出侧的那种小包，我们要给它摘掉，因为它会抢这个养分。基本上呢，康乃馨处理呢就是这样就可以啊。咱们康乃馨去完叶以后啊，切记啊，就是瓶口以下的叶子要去掉啊，瓶口以上的可以保留，但是瓶口以下的要去掉。咱们去掉这个叶子以后啊，要用清水把这个杆冲洗一下，把碎屑啊，还有这个一些灰尘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呢，也不太容易产生细菌啊。冲洗干以后，咱们插花皮儿，但是插皮儿大家切记一点，咱们在剪根的时候啊，不管是一支也好，或者多支也好，45度斜剪以后啊，完了马上插到水里，不要在空气里放。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气阻啊。在康乃馨插好以后呢，咱们注意有几个后期维护的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换水。如果说这个水不浑，没有变味儿，这个杆儿没有泡烂，就不用换水，只是在水减少的时候我们增加就可以，基本上保持在10厘米左右就可以啊，不用天天换水。第二个呢，我们要切记康乃馨的花头是不能喷水的，喷水以后水分挥发不了，可能会容易烂，所以说康乃馨的花头不要喷水。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个瓶里啊插的花不要太多，花和花之间要留有一些空隙，这样的话呢，它的花期会更长一些。然后我们把这康乃馨插好以后啊，就放在那种阴凉通风的环境就可以啊，避免日晒，避免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位置。这个康乃馨呢，如果说新鲜度好，我们养护得当的话，一般情况下10天甚至10天以上的花期都是没有问题的。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康乃馨哈，这个康乃馨呢是一种块状花材，就是一块一块的哈，所以说和康乃馨搭配呢，我觉得雾状的或者散状的，甚至线条类的花材，就是不同类型的花材搭配，可能欣赏效果会更好。好，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康乃馨。跟大家说说这个北美冬青啊，这个北美冬青呢是一种挺贵的花啊，以前都是进口。最近2年国内有种的，所以说价格稍微降一点，但实际上还是不便宜啊，属于一种比较贵的花。所以说咱们这个花收到的时候啊，首先啊，咱们要检查一下这个花材啊。冬青的价格跟它的长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哈，越长的越贵。所以说你买回来以后啊，如果觉得不对啊，可以量一下，看看这个冬青实际这个长度跟你买的长度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你可以找商家这个售后啊。另外一个呢，冬青呢，偶尔掉到豆是可能的啊，但是不能大面积的掉。如果大面积的掉豆，甚至这个杆儿都秃了，这个也是可以咱们找商家售后的。最后一个我们要检查一下啊，这个豆的情况啊。大家看啊，这个豆是很圆润、很饱满的，这个颜色是很鲜红的啊。如果你收到这个冬青的话，如果这个豆大面积的出现那种皱褶，或者说那种萎缩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这放太长了，你也可以找商家售后啊。基本上呢，冬青呢容易出现的这3个问题啊。一般情况下，咱们这冬青是不需要做醒花处理的啊。它如果做醒花处理，说明这花已经快完蛋了，不行了。这个冬青的特点呢，一个是说相对来讲啊，它的花期是比较长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木本花材包括果实类的啊，它的一个通病就是说它吸水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咱们在处理的时候啊，要从这2点下手。首先这个花瓶啊，咱们一定要8次消毒液彻底的清洗杀菌。另外一个呢，我们建议啊，这个水啊用桶装水，因为桶装水的吸水能力比较好，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加一些 HVB， 可以促进这个花材吸水。木本花材呢，它相对来讲啊，这个杆子呀不太容易泡烂，所以说我们的水面要高一点。水面高呢，也会有利于它的吸水。基本上叶面高度可以在15到20之间，都是没问题的。咱们这个水呢处理完以后啊，咱们就开始处理这个花啊。首先呢，我们应该把这个枝杈上啊，这种就是不太结实这种抖，你要给它完全抖落。第二，我们看一下啊，它这个枝杈上有这种烂的果实哈，像这种啊，这种烂的果实，咱们要把它摘掉啊。还有一个时候啊，一扎里拿出这个断的枝，咱们把断的枝要剪掉啊。咱们把这个花呢
处理完以后哈，一定要用清水或者是巴斯德瑞溶剂啊，咱们把这个杆儿要冲洗一下，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杀菌作用。插皮的时候注意啊，因为这是一个木本花材，所以咱们一定要切十字口啊。咱们先切一个斜口，然后呢切一个十字啊，十字交叉的口。因为这样的话呢，它的增大吸水面积，水会吸的比较多。剪完以后啊，咱马上放到花瓶里啊。咱们在插皮的时候注意啊，因为这个冬青呢，它是有很多枝枝杈杈的，所以咱们要插皮的时候一定要交错着插。这样的话呢，它那个豆和豆之间减少摩擦，它就不容易掉豆啊。咱们插皮的时候要注意啊，如果有这种豆掉到这个皮儿里，咱们要给它及时拿出来啊，否则的话豆在水里很容易泡烂的，这样水就会容易变浑啊。咱们再把这个冬青啊插完皮以后，在后期的养护上大家要注意啊。第一个啊，水能不换尽量不要换，咱们把前期的这个清洁工作做好，只要水不浑，咱们就不用换水，只在那个水减少的时候增加就可以。少换水，少动这个花，它能保持的更久，豆也不那么容易掉。然后呢，因为这是一个果实类的东西啊，而且需要比较那个湿润的这个环境，所以说呢，咱们一般可以用这种雾状的水啊，大概其把这个豆子简单喷一喷，让它保持湿润。而且水喷了以后呢，它的颜色会很红。你比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先喷一下，就会看上去很好看啊。这个冬青呢，在正常室温下就能养得很好啊，20度左右就能养得很好，没有必要呢一定要特别低的温度。这个冬青呢比较怕热，因为温度如果太高了呢，它水分蒸发的快，这个花呢它就会起皱褶，就会蔫。所以说，首先要避免阳光直晒，第二个呢，要尽量远离这个热源的出风口位置，放在一个相对来讲啊比较阴凉、比较通风的地方，不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冬青的花期是很长的啊，如果买的新鲜度足够好，保养正确的话，应该1个月甚至1个月以上，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最后咱们说一下冬青的特点啊，冬青呢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和圣诞这个时间才会有，其他时间是没有的，所以说它是一种比较喜庆的花材。但是呢，冬青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花期很长，所以说基本上如果和别的仙期花搭配的话，很容易出现别的花已经败了，但是冬青还很好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插冬青啊，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和其他的仙期花搭配，加一些符合这个节日气氛的装饰，单插一瓶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观赏效果。好，那冬青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花养好，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上次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放射式的插法。放射生法只能代表一个面，咱们怎么让它的花的层次更多呢？那这样呢，就会有一个空间的概念。今天呢，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怎么把花的层次能插得多一点，方式还是用放射的方式。好，现在我们来插一下。层次呢，我跟大家说一个口诀，叫做上疏下密，任意3点不在一条直线上，任意3点不在一个平面上。好了，我插给大家体会一下我刚说的这句话啊。
好，大家看一下啊，你感觉这样层次是不是就出来了？完了，我跟你讲刚才说的那几个要点啊，上疏下密，上面要疏松一点，就是空一点；下边要密一点，叫做上疏下密。完了，大家看一下啊，任意3朵花不能在一条直线上啊，看有没有在一条直线上的，就是笔直一条线。你看这3支就有点一条线了啊，我稍微调一下，就是任意3朵花不能在一条线上。完了，任意3朵花不能在一个平面上，它不能是平的，任意3朵花不能是平的。你看，1、2、3， 1、2、3， 1、2、3，它每3枝花之间要有距离的，这个插起来可能会比较难。但是呢，如果插的得心应手了，插花会很好看，层次感会非常好，可以把整个的空间拉出来。上次咱们做的放射型的花只是一个平面的空间，但这是一个立体的整体的空间。其实插花花篮也好，花片也好，每一组花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来插，这样的花层次会好一些，完了空间占的会饱满一些，完了也更会有生机。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层次，该怎么来表现这个层次。我里边没有加任何配叶，完全是用打格的花片插出来的。放射型方式应该还可以，比较简单，但是这个层次可能就稍微难一些，可能要进行一些练习。好了，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花的层次是怎么表现的，也说了这可能难度稍大，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练习练习。等下回呢，咱们再插花的时候，我想办法用3种颜色的花，3种花来插同样一个瓶插，都是用这种方式。这只是一个瓶子插了1种花的层次，可以用一个瓶子里可能用3种或者4种或者2种不同的花都用这种方式插，其实就可以。等下次吧，再插花的时候，完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试试看。这样的话呢，插出的皮插出的花呢，可能更丰满，样式也更好。那好吧，今天就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